Knight 与 Chovy， 左手与右手。作为新一代最负盛名的两大天才中单，二人从出道开始就在各自的赛区内备受瞩目，而天资卓绝的两人也兑现了自己的天赋。出了 S 赛这最后的一顶王冠，两人的履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了。从高分路人局里的评价，到职业选手之间的认可，再到俱乐部愿意为他们付出的身价，几乎所有维度都在证明二人的实力。只是没 S 冠，确实相较过往的其他传奇中入们，夸他们你总感觉缺乏一些说服力。可实力超强这点，我想现在是没人不认可的。而左右手的风格呢，又截然不同。Knight 人形远古龙 FMVP 收割机，离开滔博后打法转型调整，国内的统治力完全拉满，在许多次国际大赛上也打出了不少一锤定音的表现。可隐身诺手的标签呢，却依旧会被提起。而 Chovy 撸啊撸历史补刀第一人 CS 大师，基本功好到让人发指，可并引小心脏的指责确实也并非空穴来风。两人鲜明的强贯穿的是超长的职业生涯，有人认为这是实无英雄让数字成名，可也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评价标准被 Faker 抬得太高的时代。但不管怎样，两人在数据方面已经走到了无可指摘的顶点，却也正因为如此，非常多的观众会很疑惑，不同风格下两人已经达到了顶级的水准，却为什么离 S 冠总差点距离？为什么他们就做不到像 Faker 那样不停地打破质疑呢？当然，为什么没拿到 S 冠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答案，毕竟影响因子确实太多了，心态、队伍、临场等等等等都有影响。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想，两人都在各自的游戏风格下做到了极致，可为什么同样是顶级中单，他们最后呈现出来的游戏内容却又如此不同？ Knight 为什么是 Knight， Chovy 又为什么是 Chovy？ 而成为 Knight 的代价，成为 Chovy 的代价又是什么？看完本期，我想你会对这两名选手为什么离 S 赛冠军失之交臂这个问题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今天我们不聊玄学，不聊版本，不讲印象流，不去我觉得我认为，而是回归数学，用我们自己做的数学算法模型，用可以量化的数据去分析两个选手的习惯，左右手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为什么 Knight 和 Chovy 永远不会成为像 Faker 这样的选手。欢迎来到袁某人充电频道选手分析之中路篇章。上一期我们已经用数据量化了 Keria 的天赋有多高，力天怪到底天赋高在哪里，而今天就让我们更进一步，用更完整的数学模型去看看一个顶级选手的操作风格到底是被怎么塑造的。让我们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一起进入今天的选手分析吧。我们都知道，玩家的游戏水平由游戏智商与游戏操作再加上心态三个维度共同构成。可游戏水平只是在说选手强不强，却很难去解释另一个问题，就是同英雄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同选手玩出来的样子是各有千秋呢？而且越强的选手，他的个人风格就越浓，而有些选手哪怕同样的英雄排位练了很多把，熟练度啥的也不低了，但还是会让人觉得哪里不对，甚至能明显感觉到选手的风格会对不同英雄有不同的适配。我们往往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归咎到天赋，但天赋这个词实在太笼统，如果我们连天赋具体影响了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个答案和没回答也没有太大区别。所以今天我们想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再往下拆一层。在微契约的设计理念中，拳头曾经提出过一个名叫战术循环的基本结构，获取信息、制定计划、执行操作，然后重复。你得先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能决定接下来做什么，而有了决策后，再通过操作把它执行出来。执行结束，局势发生变化，你再重新收集信息，进入下一轮循环。虽然不同游戏的具体规则不同，但所有即时对抗类游戏基本都绕不开这套循环。这不仅仅是拳头设计师平衡游戏的一个标准，它更是一个通用的操作法则。这个循环往小了说，一次线上换血会因为不确定对面打野的位置而有完全不同的选择，而往更大的维度看，不只适用于单个玩家，对于队伍同样也是如此啊。所以视野在职业比赛里就是如此重要，因为越多的信息获取就意味着越多的决策空间，整个队伍的操作也会因为更多的信息而流畅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上帝视角复盘比赛时会觉得怎么2026年了还有这么多低级失误，因为整套循环里获取信息这个最难的步骤会被下意识忽略掉，我们会时常默认选手对信息的收集与处理都是完美的。
但实际上这不可能，因为循环里的每个部分无时无刻的都在吃玩家的 CPU， 都在抢占你的注意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低分段玩家看直播时也往往会产生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因为看直播时人不需要负担执行这个环节，而你专注在信息收集与计划制定上时，你会发现做出聪明决策的概率反而会比自己上手时要难很多。而决定每个人风格差异的关键，就是在完成这套循环时的习惯各有不同。有人习惯先拿足够多的信息，再制定一个相对完整的计划；有人更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即便信息不完全也敢行动。所以游戏风格这种机制类的差异我们想量化，要放在一个框架下分析，我们就得从玩家收集信息这个步骤开始。但信息不是直接塞进大脑里的，在处理信息之前，你首先得先看见它。在2024年，来自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在 PLOS ONE 上发表了一篇名叫《英雄联盟选手视线分布及凝视时间分析》的论文。该篇论文呢，将20名玩家按照段位分成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让他们去处理简单和中等难度的任务，同时通过眼动仪记录他们在屏幕上视线和注视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任务难度较低时，两组玩家的大部分眼动数据并没有明显区别。可当任务难度提高后，高水平玩家会明显比低水平玩家有更大的视线注视范围，同时在单个位置上的注视时间，高水平玩家也会更短，并且注视时长是更加稳定的。这项实验至少能够说明，当任务难度上升后，高水平玩家会展现出更高的信息获取效率，而这点非常符合逻辑。水平越高的玩家就应该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看见更多东西，并从中体现出真正有用信息的。信息获取效率更高，也意味着他们能够更快的进入下一轮判断和操作。那大伙儿也别忘了，眼动仪记录的是玩家的眼睛在当前这块屏幕上看到了什么。可英雄联盟的屏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动的画框，眼睛只能阅读出现在屏幕里的东西。至于什么东西能够出现在屏幕里，那是由我们玩家自己决定的呀。像 Chovy 就是对线到团战，视角基本都在自己英雄身旁，而 Knight 则更习惯于将画面中心留给目标。上期我们引用的延世大学研究团队的论文，在分析英雄联盟玩家的输入行为时，就把屏幕边缘控制单独划分成了一项能力。他们在采访高水平玩家后发现，高手调整镜头的目的是持续的把正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重要行为的区域放到屏幕中更容易观察和操作的位置。换句话说，屏幕控制并不只是为了多看一点，而是在主动选择自己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样一场团战，上帝视角下的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场景，但由于每个人控制屏幕的方式不同，10名选手实际看到的战场可能完全不一样，看见信息不同，接下来形成的判断自然也会不同。那判断不同，制定出来的计划就会不同，计划不同，最后执行出来的操作也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所以有些队伍为什么看起来特别默契，可能不只是因为他们的想法一样，而是因为他们获取信息的习惯本身就比较合拍。而当选手长期使用固定的控屏方式，反复开启同样的战术循环，那么自然更容易看到某些信息，同时又忽略另一些信息。因为人的注意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信息全部拿满，长期重复以后，他获取的信息就会逐渐稳定下来，做出的判断和选择也会逐渐稳定，最终形成了我们在比赛里看到的个人风格。2025年，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微选手操作习惯的视频，当时我是从打野位置出发的，把职业选手使用空格的习惯分成了3个类型，也简单讨论了操作习惯与注意力之间的关系。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更进一步了。不同于 FPS、TPS 甚至手游 MOBA， 撸啊撸这款游戏我们上期就分享过了，对于右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他游戏那都是左手键盘负责控制走位来防守，而右手鼠标则承担瞄准、承担进攻的职责。可在撸啊撸里，鼠标手需要同时去完成瞄准和走位2个职能，那鼠标手的压力就很大。可别忘了，如果将信息获取方式也考虑进来的话，那鼠标手一下就得承载3个职能了，因为拖动屏幕就是操作的一部分嘛。我们来看 Knight 的这个经典案例，在这场23年的比赛里，前期 Knight 的狐狸遭遇 gank， 这里从上帝视角看，如果能闪
砍完秒 E 是有机会不让加里奥嘲讽到的。可 Knight 由于屏幕重心在对线上，此时右手后拉又要放闪又要调整屏幕，那这个 timing 就被错过了。而这并非个例，而是这种控制屏幕习惯带来的必然的死角。比如 Knight 这波塞拉斯在有人马大招的情况下，其实 EZ 交完闪现 E 以后 Knight 是有机会第一时间瞄准 EZ 脚下去扔 Q 的，但同样因为需要屏幕的移动占据了他一部分鼠标的时间，导致 Knight 的 Q 释放时机晚了一些。可以说左手的屏幕习惯是非常标准的零空格类型的中路选手，当然不是说真的完全为零啊，而是极少，且越是高压操作下空格就使用的越少。他大部分的空格一般是配合普通切屏，相比于把自己的英雄留在屏幕中央，他更习惯主动拖动屏幕，把更多注意力留在对手身上。比如这里的杰斯在配合队友 gank 上连招打到最后，人物和鼠标就已经在屏幕非常边缘的地方操作了。当操控英雄移动、瞄准目标攻击、拖动屏幕，那都由鼠标来完成时，你不爱用空格去 reset 的这种放置习惯，那一些侧漏、一些 timing 的出现是必然的。去年我们讲打野时就把这种情况解释成注意力从进攻切换到防守需要时间，但我们从双手操作的角度来看，它还有更具体的一层，就并不是选手没有看到危险，而是危险出现的时候，他的鼠标刚好不在能够处理危险的位置。可有天然的缺陷，并不代表这种屏幕处理的习惯风格是一种错误，风格没有差距，只有差异。恰恰相反，许多职业中单愿意承担这种风险，就是因为自由拖屏能够带来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更广域的信息收集。更早的看到信息，必然获得更多的提前量，战术循环启动的往往也更早。如果已经通过提前拖屏完成了屏幕布置，且不涉及到突然从攻击切换到防守这种大切换，比如说队友他突然就反打了，反而会因为你已经放置好了画面，不需要额外的拖动，会更容易专注。所以这是一种取舍。就比如同一场的杰斯，这里对线时屏幕完全在观察兵线，所以 Knight 很快就看到了 Nico 变出的小兵，几乎是第一时间开 EQ 打炮，并且准备后撤。虽然被 Scott 闪电留住，但屏幕主视角还在观察，所以石头人出现第一时间 Knight 就已经完成了信息的收集。如果 Knight 习惯性按空格，那么视角反而会少一点，很有可能就没能第一时间收集到石头人出现的信息。所以 Knight 配合队友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同样的局面下，左手会比其他习惯的选手有更多潜在信息的收集。而最重要的是在收割能力上，这样习惯的选手在收割能力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把自己的英雄放在画面边缘，更多屏幕空间留给前面战场，那选手看到的就不只是主视角、主注意力下的对手，而同样还有更多的余光给到边缘，谁在后撤，谁准备进场，谁的血量更低。对于 Knight 这类可以说纯自由视角的选手来说，拖屏甚至不仅仅是为了扩大视野范围，而是能够更好的预演下一步的情况。依旧同一局的塞拉斯，这波面对gank可以说就做出了完美的反制。如果这里是习惯按空格的话，视角甚至都不会第一时间看到人马，而这种屏幕放置的方式也看得到 Knight 就是在提防上河道的同时，还准备往下走位。当大家赶到的时候，也因为画面完全不需要 Knight 去调整，可以说做出了反打的操作，也堪称是完美。这就说明另一个问题，就是空格虽然能够快速重置中心，默认的锁定视角其实是有遗漏的。不仅如此，在配合队友身上 ，Knight 这种视角摆放习惯能更提前在脑海里预演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 Knight 在跟队友配合上往往会做得很到位。这点我们看个反例，这里 Fofo 的妖姬因为走位按空格躲 Q， 第一时间他失去了杰斯的信息和泰坦的信息，但他就没法判断杰斯在不在被泰坦 Q 到的范围里，于是他的身位是多往下走了一些的。而当他看到泰坦出 Q 后，才意识到能杀，虽然结果上确实也杀了，但在跟伤害上就慢了一个节拍。从这里大伙应该体会到这种屏幕放置习惯的价值了。但回到 Knight 视角的习惯，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 Knight 的团战经常会呈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他往往不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人，甚至在局势还不清晰的时候，他看起来会比其他顶尖中单更加谨慎。可一旦战场形成了明确的前后关系，进入到收割环节， Knight 从选择到操作就会非常惊艳。比如 S14 打 Z 卡时的塞拉斯，其实 Knight 几波团战游龙的过程，从局部看都不是复杂的拉扯团，而是偏向于收割的一个过程。 Knight 由于视角能够获取更全面的信息，一旦他决定入场，他往往能够做到如上帝视角般打出一个局部的最优解。所以 Knight 在优势局表现就往往非常夸张。这并非 Knight 爱 K 头所以他的人头多，而是他的处理习惯就注定了他的收割效率会很高。但跟 Knight 一样不怎么按空格的选手也很多啊，这并不是多特殊的点。像 Caps 年轻时期的 Faker， 甚至现在的 Z 卡都是几乎不按空格的选手。那 Knight 的差异点在哪儿呢？答案是左手。
这句话也真不是说为了搞笑，而是在常规逻辑里，普通玩家的左手往往是键盘手，而当左手自然的放在键盘上时，不管用拇指去按空格，还是用其他手指去触发 F 系列的按键，这种用来 reset 视角的操作本身都会处在一个比较顺手的位置。这种 reset 都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当然不排除有额外的改键或者其他手指摆放的方式，但整体来说，当我们的左手放在键盘上时，手掌触达空格，它是流畅的。可 Knight 不同，由于它的键盘手是右手，如果要让右手常规的大拇指按空格，它得这样子弯曲，就不那么合理。我们从一些第三方视角可以看到，左手是习惯性的将拇指放在 Ctrl 键上，而这种方式就很难按空格。在这场他和微沃的 solo 的视频素材里 ，Knight 按空格的用的是小拇指连的这块掌，手这样虽然也是按，但负责闪现的小拇指部分其实会很受限，整个手掌也会整体下压，所以 Knight 在极限高压的状况下，反而更加不会按空格。相比 Faker 年轻时虽然也几乎不按空格，但年纪上来后打法转型，那不但开始按空格，也开始按 F 系列切屏看队友。在很极限的情况下，比如这场经典塞拉斯，贴身肉搏的手还是会忍不住按一下空格重置一下。毕竟屏幕都跟不上了，你不得不分 CPU 去解决视角问题啊。就比如 Caps 这波就直接是按 Y 或者 F1 了，但偏偏 Knight 没办法做到，因为他的键盘手是右手，存在一个天然的受限，越极限 Knight 反而越不会按，因为你甚至没法分清去脱屏。而长此以往 Knight 在这种极限状况下，他的处理习惯就一定会偏谨慎，他的身体告诉他，一旦屏幕视线压力超大，他可操作范围就会受限。这也是为什么 Knight 的绝境开团往往不是那种被黏住后突然的暴起反打，而是像刺客一样一剑封头，像 Faker 在 S4 那样通过半卖自己而强行开启团战的操作，其实就不是 Knight 的舒适区。Knight 更擅长于安妮、Nico 这种我突然一波暴起的开团方式，用信息优势转化为出乎意料，直接把团战杀死。但以上更多的是我们的分析，我们还需要具体的量化数据来佐证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所以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下屏幕偏振率。其实按空格这个东西，不同选手、不同英雄高压状态、低压状态都不一样。同时秒点一下空格，亦或是长按，甚至按 Y 键强行锁屏，那不同的职业选手确实也都不一样。如果我们简单的按点击空格的时间或者说次数来计数，那这个数据就会非常受素材的影响，因为游戏的变量实在太多，而每局的对手情况都各有不同。有些英雄对于空格的需求本身就比较大，而有些英雄就影响不大。所以如果数据采集时我们只盯着空格键去统计，不但误差会很大，还很容易忘记我们最初想要研究的是什么。我们真正想要量化的，从来不是一个选手到底按了多少次空格，而是他的屏幕操作习惯。按空格也好，按 Y 键直接锁定视角也罢，他们都只是操作手段，真正产生结果的是选手最终习惯把自己的英雄放在屏幕的什么位置。有些人会频繁的把镜头拉回自身，有些人长期使用自由视角。所以即便是两个几乎不按空格的选手，也完全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屏幕习惯。那我们就得先找到一个基准，最直观的基准就是游戏主动将视角锁定在英雄身上时，英雄会出现在屏幕的哪里？大伙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屏幕的正中心嘛。但前面也说了，并非如此，因为撸啊撸的镜头存在偏移，比如红色方是这样，蓝色方在这里又是这样，甚至高底和河道里不同位置按下空格时，英雄在屏幕上的相对位置，那都是有细微差距的。所以我们把英雄位于全地图不同位置时，按下空格锁定视角后所可能出现的所有屏幕坐标全部记录下来，把这些坐标连在一起，就会得到一个近似椭圆的范围。这个范围代表的是当你按下空格以英雄为视觉中心时，英雄在屏幕上所有可能的落点。这个基准是为了让我们不需要纠结选手到底有没有真的按下空格，因为无论他是按空格锁屏还是纯粹依靠鼠标拖动镜头，只要他的英雄长期停留在这个空格区附近，那么不管这个画面你是通过哪种操作形成的，那最终获取信息的结果都等同于锁定了视角。所以我们测量的对象不是按键习惯，而是屏幕习惯。你用 F 键达成、Y 达成还是空格达成，对我们来说不重要，只要你的英雄坐标越频繁的出现在这个范围内，就证明你的获取信息习惯是越锁屏的。至于是不是真的靠空格，这本就因人而异。即便你不爱按空格，但依旧下意识的把英雄坐标放在这个空格区内，那你观察屏幕的习惯也和爱按空格的选手没有区别。所以这个围绕着英雄位置与屏幕关系所建立的习惯观察指标，我们把它称之为屏幕偏振率。具体的算法我就一图就放在这儿了，大伙只需要知道，选手越爱将英雄放置在空格区，那偏振率就越低，就越偏向于爱按空格的习惯。
当然，脱屏和空格次数这种操控屏幕视角的指标，我们也同样做了采集。这样结合屏幕偏振率，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细分选手的习惯。空格也好 ，F1 也好 ，Y 也好，我们最终想看的都是一个选手是否依赖锁定视角。那么为了验证数据可靠性，这次我们选取了 Chavy、Knight、Faker、Caps 还有中单假人 A 5名选手的妖姬素材进行一个横比。为什么选择妖姬呢？因为妖姬作为长手法刺啊，它既有进场踩 W 这种贴脸的极限微操部分，又有长手法师的拉扯部分，长位移就非常考验你的屏幕拖动，而且作为法刺，对于屏幕拖动这块的信息收集也很重要。而我们先看屏幕偏振率的第一张图，英雄的坐标热力图，可以明显的看到同英雄数据差异就是极大的。Knight 选手在热力图的表现就是很经典的，不会固定在视觉核心位置的类型，这点符合我们的观察。而 Caps 作为同样不爱按空格的选手，在偏振率的指标上，甚至比 Knight 还要极端，这说明他将人物放在中心的时间比 Knight 还要少，人物是在乱飞的。这点我们就看他妖姬的第一视角就知道了，他基本是属于屏幕只要人物还能动，他就不会主动的去控视角。而 Faker 在偏振率这个维度就没有 Caps 和 Knight 那么夸张，但也明显感觉到他是比 Chavy 和假人 A 更不爱按空格的。此时我们控屏空格数也放进来一起讨论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列表。Knight 选手的控屏次数很少，但偏振率又很高，这种习惯就属于把自己的主注意力放在观察对方身上，并且屏幕会提前放置，一旦对手露出破绽就能第一时间发现。而前面说了，他的手部习惯就注定了他不会轻易让自己处在过于危险极限的情况，既然不能轻易过载，自然会更注重预防。他的屏幕放置逻辑是符合自身习惯的，这也造就了他点菜强的特点，因为他总能最快的发现对手的破绽。但从本质来讲，其他自由视角的选手他有刹车键，不管怎样极限了我还能靠空格兜回来，而 Knight 则是越极限越没法按空格，像一台没有 AEB 的跑车。所以越是这样， Knight 就得用越多的操作与手速，让自己别被逼入要控屏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左手很少整那种特别高难度花哨的操作，主打的就是基本功。 Knight 的秀更多的是靠预判，因为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自己的控屏负担，用更早的信息收集，更多的预判，给自己来争取优势。当年他在国服高分段冲分时，就会有观众评价，就感觉操作也没什么复杂，但就是在乱杀。